Hello， 大家好，我是花百科的花花。今天呢，我们来说一下茉莉花的养护方法和一些注意事项。首先呢，茉莉呢其实是我们中国人非常喜欢的一种花，它的花呢非常洁白，而且呢有非常芬芳的气味啊。茉莉呢，其实它有很多的品种，像是我们经常见到的比肩的比较多，单瓣比肩、重瓣比肩，还有我身旁的这个是一个虎头茉莉啊，是大家比较喜欢的一个比较少见的一个品种，叫虎头茉莉。还有呢，宝珠茉莉啊，很多单瓣、重瓣的品种是非常多的。虽然它们都是白色，但是它们的花型有所不同的。那茉莉呢，它在温度方面啊，它不耐寒冷，因为它主要生活在南风地区，所以呢，最低的温度最好保持在5度以上啊。如果5度以下的话，它会冻伤啊；0度以上的话，它可能冻死。所以我们北方的花友啊，冬天呢要把它搬进室内去越冬，不然呢有可能冻死了。它的生长最旺盛的时候就是春夏时节了，基本20到35度之间最适宜它的生长。接下来呢，我们再说一下茉莉的光照的问题啊。茉莉呢有一句俗语啊，叫晒不死的茉莉，阴不死的兰花。从这句谚语里，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就是茉莉它非常喜光，所以呢，我们一定要把它放到光照最好的地方。如果你有条件去室外露养的话，尽量可以放到光照非常好的朝南的地方啊。这样呢，光照非常充足，它开出来的花呢又大又白又香。如果你是室内养护的话，建议还是把它放到南阳台、南窗台这种光照相对来说比较好的地方啊，保证在4到5个小时以上的光照，茉莉呢就可以正常的开花。如果光照不足的话，它很可能不开花。其实呢，茉莉它即便是在夏天也是不怕晒的，所以大家就什么地方光照好就尽情的让它晒就可以了。那茉莉花呢，浇水其实不用太频繁，如果你浇的太频繁的话，会让它根系给腐烂了。平常呢，我们可以在浇水之前呀，捏一点表面的土壤。如果表面土壤这么捏的话，就这种结块的这种状态，说明它根本就不缺水啊。如果是表面的盆土捏出一点来是那种捏成粉末的那种土而且呢它盆面有点发白了，那证明它是缺水了，那个时候就要给它浇水了啊。接下来我们再说一下给茉莉花施肥的问题啊。茉莉花它其实是比较喜肥的花卉啊，因为它花期也比较长，而且呢它又长得比较快啊，所以呢它比较喜肥。那我们在春天给它换盆的时候啊，在盆底撒一些这个腐熟的羊粪肥啊、腐熟的鸡粪肥啊，作为它的底肥啊。你的底肥千万不要直接接触根系，一定要在肥上面再铺一层土，然后再把茉莉花移栽进去，再埋上一些土。那等到它春天适应了新的盆，然后开始长叶子，叶子已经展开了之后呢，我们可以再给它补充一点复合肥你可以用那种农用的复合肥给它兑水之后灌根还可以呢用这种花多多1号这种复合肥兑水2000倍也给它灌根都可以，只要是氮磷钾复合肥就可以。等到它长花苞之前，我们再给它补充一点磷钾肥磷钾肥你可以用磷酸二氢钾或者是花多多2号兑水2000倍去灌根，兑水1000倍去喷叶这样呢使用大概1周1次，连续使用2到3次之后，它就可以慢慢的开始冒花苞了，这是一种速效的催花肥。那等到茉莉开始开花之后，我们就暂时不要再施肥了，因为如果你在花期施肥，会导致它花期缩短。等到花开完1茬之后我们把它残花给剪掉，然后再给它补充一点复合肥，让它继续复壮，长出新的侧枝，然后再准备继续开第2茬。大家注意等到秋冬时节比如说温度降到15度以下了，就因为这个茉莉开始慢慢的发黄，
进入休眠，那个时候绝对不能再给它施肥了啊，因为温度低、休眠的情况下啊，再给它施肥就容易导致烧根了。很多花友都会反映啊，网购回来茉莉之后，发黄、掉苞啊、掉叶啊，问题一堆，最后慢慢的死掉。其实呢，很多花友都有这个问题。那花花建议大家呢，你买回来的茉莉呢，暂时原盆原土先给它养的，先不要给它着急换土换盆，因为很多花友这个茉莉死就死在这一点。你拿回来之后，马上给它换土换盆，它根系受损啊，又到了一个新环境里，很难适应。所以呢，建议大家就原盆原土这么养着，先等让它慢慢的开花，等开完花之后呢，你再去给它修剪啊。这时候基本都在家里养了个半个月到1个月，适应了环境之后，你再给它考虑去换土换盆。那土的话，大家在换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啊。我们先看原先它的土是什么样的土质，比如说你如果室内养。但是呢，它原先带的土是那种非常板结的泥巴土，那你开完花修剪完之后呢，建议给它把这个原来的土层拿出来，因为它非常板结嘛，你室内不通风，这种板结的土壤非常难养活，所以呢，你可以把它放到水里泡一泡，把周围的毛细根系给泡出来啊，泡出来，但是里边的护心土要留着啊，只是周围的这个毛细根给它泡出来，然后呢，你再种上自己配的，就比如说泥炭土啊、腐叶土啊、冬针土啊这种比较疏松透气的这个土壤，再给它重新种上。这样呢，相对来说呢，它的成活几率更大一些。因为你如果原先的那个土坨它包围在这个毛细根系里，你浇水之后呢，你容易浇不透。你即便浇透了之后，多余的水在里面它流不出来，它容易沤根儿。再加上如果你直接蹲在比较松软的那个土里，它两个土质相差太大，它根本就不太容易适应的。但是呢，你如果是洗根洗的又特别彻底，把所有的这个护心土都给洗掉的话，那也有可能它因为根系受损太严重而缓苗困难。如果你的配土是本身就是那种比较透气利水的这种沙壤土啊，或者是比较透气利水的这种营养土，那你就可以不用去换土，因为我们去换土的话，这是一个逼不得已的一个情况啊。你的配土本身买回来的时候配土是比较好的，那就没有必要去给它折腾，就放半阴散光通风的地方，让它缓苗1个周就可以正常养护了。那茉莉的修剪呢，分为几个方面，一个是花后的修剪，一个是它土长之后的修剪，第三个呢就是春天的种剪，那还有一个就是摘心打顶。首先花后的修剪呢，它的开花的枝条呀，我们给它留，从这个地方下剪啊，它开花的这根枝给它留2对叶片就可以了啊，留一对叶2对叶就可以了。这样呢，它这根开花的枝条可以冒出，剩下可以冒出4个叶片。这就是一个花后的修剪，所有的枝条都这样啊。花后的枝条可以给它留下2对叶片就可以了。这样呢，新长出来4个侧枝或者是2个侧枝啊，就可以继续的开花啊。那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它土长的修剪。如果你的茉莉呢长得张牙舞爪啊，非常没有规律啊，那你可以给它把过程的叶片给它剪掉。我们可以把它给剪短，然后给它塑造一个所有枝条在一个同一水平面的一个造型啊。在它健康芽点的上方去剪，这样呢，这些枝条，这几根枝条跟这个枝条是在同一水平面的，这样呢，新长出来枝条它会更加的整齐啊，其余的这个叶也是一样的啊。那第三个呢，就是一个种剪，种剪的时间大家要搞清楚啊，重点是在开春的时候啊，茉莉刚刚开始萌芽，但是芽还没有发出来，那个时候是最适合种剪的。基本呢，在谷雨到清明到谷雨时节是非常适合茉莉的种剪的。种剪呢，就是绿色枝条从上往下数，每根绿色的枝保留2对叶片就可以了。这就是它的一个种剪。那最后一个呢，就是茉莉它种剪完之后可能会发出很多侧芽，对不对？
发出了侧芽之后，你觉得它的侧芽啊、株形啊太稀疏，不如自己想象中的那种丰满啊，那你可以给它摘心打顶啊。摘心打顶的话，主要是把新长出来的这种枝顶端剪掉1到2对叶片，这样呢，新长出新的剪完之后呢，留下2到3对叶片，它会后续呢会长出2到4个侧芽。那这就是打顶摘心，去除掉它的顶端优势啊，会促进它侧芽的萌发，让它的枝条越来越多，开花呢也越来越多。相信很多花友都知道，茉莉是南方的花卉啊，它跟栀子啊、米兰啊、桂花啊、茶花这些花一样，都是喜欢酸性的土壤。但是呢，北方的花友啊，它的水土盐碱是非常非常重的啊。一般来说呢，很多茉莉到了北方之后啊，如果你给它不给补酸的话，就会慢慢的出现缺酸性的黄叶落叶，非常难看啊。到最后可能不开花啊，最后呢可能还会死亡。那怎么给茉莉花补酸呢？这里呢我们可以用到一个肥叫硫酸亚铁啊，它是专门补酸的、补铁的一个药物。那硫酸亚铁怎么用呢？其实可以买一瓶啊，然后呢兑1克勺兑2000倍的清水去浇灌它的盆土。基本呢，你半个月用一次就可以了当然呢，如果你配合用着柠檬酸，那效果会更好。柠檬酸呢，它是一个常见的除垢剂你可以平时在给茉莉浇水的时候，给它晒水的时候往水里加一点点柠檬酸，这样让水呢偏酸一些，对茉莉的生长是非常友好的。因为呢如果是柠檬酸和硫酸亚铁配合使用效果是非常非常好的。茉莉不会出现那种叶肉发黄、叶脉发绿的那种缺铁性的黄叶。而且呢，补充了酸性之后呢，茉莉会叶片长得更加茂盛，开花呀更容易。还有一个注意事项就是，大家在平时养茉莉的时候多给它用一些比较偏酸性的肥料有机肥多一些，这样呢，它也比如说有机肥的，比如说我们自己沤的果皮水还有腐熟的糖米水还有这个果皮水还有这个繁肥水豆渣水这样都可以给它用，但是一定要腐熟之后再用。这样呢，有机的肥料偏酸性，就不会造成土壤盐碱，不会造成茉莉缺酸性的。缺铁性的发黄。其实有很多原因会导致它叶子卷曲，比如说第一个原因，它招了红蜘蛛红蜘蛛呢，在茉莉身上非常非常常见。你看到它叶片有一点卷曲，而且你翻过叶片之后，叶片背面有一些细细的蜘蛛丝，那就是红蜘蛛无疑了。那红蜘蛛呢，怎么解决呢？我们就用药把它给喷杀基本用这个施奇的红砂艾卡满阿维菌素去灭这个红蜘蛛就可以了。那第二个原因比如说肥伤肥大了，它顶部新长出来的叶片会呈现那种扭曲的状态卷曲的一个状态你比如说浇这种过于浓重的肥浇过于没有腐熟的肥都可以出现这种情况。那解决方法呢，就是如果你的根系肥伤不是很严重，你就给它浇2遍清水，把这个肥力稀释，那之后呢就可以慢慢的恢复。如果是你的肥伤特别严重，那只能是换土换盆，把烂根修剪掉之后再重新上盆了。那第3个原因呢，它卷曲的话，还有可能是因为你给它缺水了，它叶片也会出现这种凹凸不平的一个情况需要你给它及时的浇水。那还有一些病虫害呢，也可能会导致这个茉莉的卷曲，比如说粉介白粉都可以引发茉莉的叶片卷曲。我们要根据自己的实际的养护条件，然后仔细去观察它的叶片，来
具体决定怎么去实施它的解决方法。那很多花友呢，收到了这个茉莉花之后，养了很长时间，发现它没有长叶子基本呢有以下几个原因。第一个是你没有给它足够的光照，因为茉莉它非常喜光，你光照不强的话，它生长是非常缓慢的，所以把它放光照好的地方，它就会慢慢的长出新叶子。第二个呢，就是你长期的没有给它施肥，比如说好几个月你都发现它，即便是在生长期，你也没有给它施肥。那可能就是因为土里的营养太匮乏了，所以它呢导致它叶子长不出来。你可以给它补充一点复合肥呀，或是磷钾肥呀，帮助它去长新叶子尤其是复合肥或者是氮肥都是可以的那第三个方面呢，比如说你的水分没有跟上3天打鱼2天晒网，经常忘记给它浇水。那尤其是夏天。茉莉呢，有时候缺水的话，你缺水1、2天，它就叶子全部干枯了，更谈不上长新叶子了，是不是？所以我们浇水呢，要给它及时的浇水，盆面发白变干了，就要及时浇水喽。第4个方面呢，就是茉莉进入了休眠期，它就不会再长新叶子，尤其是秋冬季节温度慢慢的降低茉莉呢，在一个休眠的环境里，它是不会长新叶子。那个时候，我们尽量的让它保持。原先的叶片让它多晒太阳，更好的进行光合作用，它才能慢慢的、安全的度过休眠期。其实有很多方面的原因会引起它这个情况，我们一条一条来分析一下。那第一个原因呢，就是缺酸北方的土壤盐碱性比较强，那喜酸的茉莉在北方养的话，水土盐碱化太严重，它就容易引起这个。缺酸缺铁性的黄叶，那我们解决的方法就是给它补充硫酸亚铁可以1克勺就是2000倍然后呢每半个月给这个茉莉浇到盆土里1次配合呢水里浇水的那个平时浇水的时候呢，水里给它加一点点柠檬酸，这样呢2个两者相结合，它的补酸效果会更好那第2个原因呢，就是它招了红蜘蛛。红蜘蛛是茉莉最常见的病虫害之一了我们如果看到叶片它有点卷曲，而且发黄，然后呢翻过叶片背面，发现它有那种细小的蜘蛛丝，那就是红蜘蛛无疑了。红蜘蛛呢，基本可以用阿维菌素艾卡满还有这个施奇的红砂去2到3种药物轮番的去喷洒。那第3个原因呢，就是茉莉施肥过量引发的黄叶落叶。那茉莉呢，虽然喜肥，但是大家不要用太浓的肥，也不要用生肥，尤其是比如说没有经过腐熟的鱼肠没有经过腐熟的这个淘米水你长期的去浇的话，它很容易导致烧根因为肥太浓了，太生了，它生肥在土里发酵产生热量，把根系给烧坏了所以我们平时呢一定要用腐熟好的你如果想要用有机肥，一定要用腐熟好的有机肥然后兑清水再去浇我们也可以用这种花多多1号、花多多2号这种水溶肥兑清水2000倍去浇灌它，这样可以很好的避免它因为肥伤带来的黄叶落叶。那第4个原因呢，就是茉莉有可能得了白粉虱，导致它黄叶落叶。白粉虱呢，在栀子和茉莉身上是非常常见的。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叶片里叶片上有一点一点的小白点有时候你不仔细看呢，可能看不清这种粉虱呢，其实它是非常难除的我们平时的话，如果你看到少的话，把这个叶片给摘掉如果是比较多的话，那就可以喷洒这种阿维菌素虫虫砂湿气的异成去杀灭这个白粉虱。还可以呢你在盆面撒一点小白药来杀死这个白粉虱。第5个原因呢如果茉莉得了白粉病，也可以导致它叶片发黄脱落可以用一些杀菌的剂，多菌灵百菌清戴森锰锌还有施奇的必来等等。那第6个原因呢，就是浇水过多了。那茉莉呢如果你给它频繁的浇水，会导致它根系腐烂，
根系腐烂之后就会很容易落叶黄叶了。好了，关于茉莉花黄叶、落叶、掉叶子这些问题，我们就先介绍到这里啦，我们下期见吧，拜拜。